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大概说的就是他了吧？真是好一风流倜傥、恣意潇洒的少年郎。一时芳心大乱的舞姬居然竟往魏婴这边跳了。蓝忘机冷冷地看着舞姬凑到魏婴身边的举动，放置于膝盖上的双手不自觉地紧握。内心的小蓝湛疯狂呐喊：我的我的！聂怀桑看着跳舞的舞姬往魏婴那边去了，一脸羡慕：魏兄还是那般令人羡慕啊。聂明觉听到聂怀桑的话语，一时之间极其复杂地看着自家弟弟，顺便敲了一下聂怀桑的脑袋：不会把话说清楚吗？聂怀桑捂着脑袋连连说道：羡慕吸引舞姬，大哥没别的意思。聂怀桑瞥到捂着肚子悄悄离去的二叔，从来不会在重大场合离去的二叔怎么会？聂怀桑用扇子挡住脸，眼里看不见底的深沉：算计我聂家吗？聂怀桑突然愁着一张脸，哭唧唧地说道：大哥，我出去方便一下。一天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不务正业。聂怀桑一脸委屈地看着聂明觉，打断了聂明觉的话，捂着肚子说道：大哥别说了，我要忍不住了。聂明觉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一脸一言难尽的不断做着小动作的聂怀桑，皱着眉大手一挥便让他去。一舞过后，金光瑶指挥着下手将统计数据结果公布于众，一边说道：多谢各位家主的配合，在下有幸公布一下第一轮的结果，暂时排名第一的是兰陵金氏，第二是清河聂氏，第三是豹山前辈。诸位有疑的可看具体选举票数。金光上看着第一轮的结果，心里乐开了花。诸位排名只是暂时的，选举还一轮呢。大家都心知肚明兰陵金氏的意思，但若不出意外，仙都之位便是要落到金光善手里了。第二轮的选举就是出来论道，论如何为百姓谋福利，未免直接给在座的人施了点灵压，一时间在场的人苦不堪言，也不敢直接说啥，只能纷纷求助豹山散人。未免拿起茶杯挥了挥袖子，细细品了品，随后风轻云淡地说道：若是仙都连最基本的灵力都不能服众，如何治下？豹山散人微微一笑，挥手间散了未免的灵压，说道：修仙之人本应心向大道，俗世缠身，何时可证大道？失去了灵压的众人听得豹山散人无意仙都，便松了一口气。随之而来的是豹山无尽的灵压，仿若一块石头重重的砸在身子上，有些灵力薄弱的人一时不察，晕了过去。豹山散人冷冷地说道：众生皆苦，大道难正，度了众生，或成大道。贫道这仙都之位却之不恭了。蓝曦臣环视在场的家主，脸上或不悦或惊恐，只有极少数赞同的。蓝曦臣向豹山散人行了一个拜见礼，道：前辈同我蓝氏祖先同辈，这仙都之位合乎情义，合乎礼。前辈坐这个位置，我聂家没有任何意见。蓝家、聂家都表态了，蓝家的话也给其他家族提了醒，这是一位祖宗辈的大能，人家肯当这个仙都，一不为利，二不为己，总比落入世家强。于是纷纷表态支持，并拍了拍马屁。金光上看着本应属于自己的仙都之位飞了，众人在那里拍着豹山的马屁，一时间整个人都变得阴质。父亲金光瑶简直要操碎了心，那么大的场合，之前的事情大家对金家都有了不满，金光善此时的表情就是想让大家来找茬。听得金光瑶的提醒，金光善快速地整理了面部表情，又挂上了那虚假的笑，只是眼里的笑从没见底。江城对于谁当仙都压根不在乎，不过豹山散人，江城下意识地伸手挡住了自己的金丹，神色复杂地看到魏婴身上，随即似想到了什么，低低地哼了一声。江心是江燕离的陪嫁侍女，她看着仙都选举会上的家主们有些胆怯，可想到房里的情形，急躁地跺了跺脚，咬了咬牙，夺过旁边侍女的茶水，迈着小碎步急急地走到江城身边。江城一脸不悦地看着江心，不等他问些什么，江心就俯身用2个人可听见的声量说道：宗主，小姐出事了。阿姐。江城闻言立刻沉下了脸，阿姐出什么事了？江心急急地压低自己的声音：宗主，你去吧，这事在外不好说呀。修仙之人俱是耳聪目慧，这婢女声音压得再低也是听得一清二楚。江家附属家族的家主互相传了一个看好戏的眼神，对于江城这个新宗主惹不起，
看看江家的好戏也不错。江澄看了看在场的人，几乎无人关注自己，直接阴着一张脸离了席。抱山散人甩了甩拂尘，一身道袍无风自飘，清冷地说道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贫道即为仙都，便提3点建议。